当一艘价值130亿美元的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在浩瀚的大洋上缓缓前行时，船上最让5000多名水兵打起精神的，竟然不是震耳欲聋的战机起降，不是舰长的作战简报，甚至也不是即将抵达的港口休假，而是一顿饭。可是最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当那顿餐端上桌的时候，里面摆着炖得金黄油亮的龙虾尾，旁边躺着一块足有2公分厚烤得外焦里嫩的顶级菲力牛排，旁边还配着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薯条，以及一份新鲜的凯撒沙拉。按理说，这不是应该让所有人欢呼雀跃吗？可现实却恰恰相反。当水兵们低头看见自己餐盘里那只红彤彤的龙虾时，整个餐厅非但不热闹，反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沉默。有些老水兵甚至会下意识地叹口气，有些则会抬头互相对视一眼，眼神里没有兴奋，只有一句无声的话：又要出事了。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明明吃到了陆地上要花100多美元才能享用的大餐，他们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一艘耗费美国纳税人每天将近11万美元在伙食上的超级航母，还是有水兵在脸书上曝光虫子爬在生菜里，鸡肉外熟内生，面包发着蓝绿色霉斑的惊人照片？为什么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在食物这件看似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却藏着这么多欲言又止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漂浮在大洋上的小城市，走进这个一天要准备 1.7 万份餐食的巨型厨房，揭开美国航母厨房背后那些水兵们永远不会跟陌生人提起，但只要一谈起，就会眼眶一热的真相。我们先来看一组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一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满编人员高达5680人，几乎相当于一座中国县城小镇的全部常住人口。这些人每天必须吃早餐、午餐、晚餐，再加上一顿被称为午夜配给的宵夜。美国海军规定，男性水兵每天必须摄入2850大卡热量，女性水兵则是2100大卡。这还只是底线，因为航母上的工作强度远超常人想象。不少甲板水兵一天要工作14到16小时，在高达摄氏40多度的机库甲板或者引擎舱里挥汗如雨，热量消耗惊人。于是每天光是这艘船就要做出大约 1.7 万份餐食。这 1.7 万份餐食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算一笔账。按照美国海军公开的资料，一艘尼米兹级航母光是一天的食物采购成本，在巅峰时期可以高达每天将近11万美元上下。即使最新的福特级航母因为采用了更高效的集中式厨房和自动化设备，把这个数字压到 4.5 万到 6.5 万美元之间，但若再算上冷藏、运输、储存、能耗以及海上补给船的费用，一天花在吃饭上的总成本依然轻松突破10万美元大关，一个月就是300万美元。一次为期6个月的部署，光是伙食费就要烧掉美国纳税人将近1800万美元。什么概念？这笔钱足以在台湾买下好几栋信义区的豪宅，可它只是让5000个人在海上吃6个月饭而已。这些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让我们把镜头拉近，看看航母厨房一天究竟在消耗什么。根据美国海军对杜鲁门号航母的公开资料，5000多名水兵一天可以吃掉1600磅鸡肉，换算下来大约726公斤，相当于一整辆小货车的鸡肉。再来350磅生菜，也就是159公斤左右，堆起来可以装满一个标准浴缸。160加仑牛奶605升，相当于3大桶化学原料桶。30箱早餐麦片，2万杯咖啡。你没听错，是2万杯咖啡。因为在航母上，咖啡是仅次于弹药的第2战略物资，水兵们戏称它为黑色燃料，没有它，整艘船的精神状态都会垮掉。而这些还只是一天的普通消耗，如果把时间拉到1个月，以老牌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当年在波斯湾部署时的记录为例，那数字简直让人怀疑人生。1个月要吃掉8000磅培根，6000打鸡蛋，也就是 7.2 万颗鸡蛋， 2.4 万磅汉堡肉， 4.4 万磅热狗， 1.2 万磅米饭， 8000磅牛排， 8000磅新鲜马铃薯，8000到9000磅生菜，喝掉1200加仑汽水，1800加仑牛奶，4000加仑柳橙汁。光是面包房
一天就要用掉400多磅面粉和120磅糖，烤出足够6000人吃的面包。企业号当年有6个巨型食品储藏室，5个供餐中心，船上随时储备150万到280万美元的食物，每7到10天就要有补给舰透过缆绳和直升机补充一次新鲜物资，每次补货的账单就高达180万美元。这就是一艘航空母舰的胃，一个足以吞噬掉一座小型超市每周库存的黑洞。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数字背后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关键角色，那就是水。航母虽然是漂浮在海上，周围有的是水，但海水不能喝，也不能用来烹饪，所以船上的每一滴淡水都得由船自己制造。尼米兹级和福特级航母都采用所谓的反渗透海水淡化系统，每天可以生产将近40万加仑的淡水，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用在厨房，煮饭要水，洗菜要水，煮汤要水，冲咖啡要水，洗锅碗瓢盆更是要水。水兵们常笑说，在航母上你以为自己是在大洋上，其实你是在一个大铁桶里，连洗澡都得计算时间，但厨房里的水龙头却必须永远开着，因为1.7万份餐食的背后是无数次的清洗，无数次的蒸煮，无数次的漂烫，任何一个环节缺水，整个食物链都会崩溃。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拉，美国航母的餐饮系统其实有着一段相当曲折的历史。二战时期的航母上，伙食堪称是饥饿游戏，水兵们挤在甲板下的狭小餐桌上，吃着罐头牛肉、罐头豆子，配上硬得像石头的船用饼干，能有一杯热咖啡都算奢侈。到了越战时期，餐饮条件略有改善，但仍然非常简陋。有老兵回忆说，那时候吃到的所谓主菜经常是一种被称为屋顶上的鲨鱼的神秘肉品，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它灰扑扑的，带着浓浓的咸味，咬下去像嚼橡皮筋。一直到1980年代，随着尼米兹级开始服役，加上后勤技术的进步，航母厨房才逐渐拥有现代化的冷藏、冷冻以及烹饪设备，水兵们总算可以吃到类似陆地家常菜的餐点。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看起来像是理所当然的大餐背后，其实是几代海军人一点一滴改进出来的成果。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食物究竟是谁在煮？答案是一群被叫做烹饪专家的特殊水兵。在美国海军里，他们的职称是 Culinary Specialist， 缩写成 CS， 听起来像是厨师，但实际上他们的身份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这些人并不是外包的厨师，也不是什么星级大饭店挖来的名厨，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现役海军士兵，要穿军服，要通过体能测试，战时甚至要拿起枪保护船舰。而他们成为海军大厨的旅程，是从维吉尼亚州里堡基地的海军烹饪学校开始的。这个学校的训练课程长达5周，也有一些扩展版本长达15周，内容涵盖刀工、卫生、大批量烹饪、仓储管理、营养学、成本控制，甚至餐厅礼仪和旅馆管理。因为 CS 这个职种除了要会做饭，还要会管理储藏室，会记账，会管理餐厅服务员，甚至在陆上基地要管理类似酒店的住宿设施。课程最后一周叫做厨房周，学生会被送到模拟的鉴赏厨房环境，在狭小空间、限量物资、没有随时补货的条件下，做出合格的军用大餐。有一位新科的3等烹饪专家曾经说，他以前在民间餐厅工作过，但海军厨房给他的震撼是，这里没有失败的余地，因为你失败了，就有5000个人要饿肚子或者吃坏肚子。训练完成后， CS 会被分配到舰艇或陆上基地，按照海军的轮调规定，一个 CS 在20年的军旅生涯中，有 60% 的时间要在船上度过。也就是说，他们比许多船员还要更常闻到大海的咸味。而在航母上，一个 CS 的一天通常是从凌晨3点开始的。当整艘船的大多数水兵还在那个被称为棺材铺的狭小床位里沉睡时， CS 们已经在闷热潮湿的厨房里开始揉面团、切肉、打蛋、煮咖啡。一个老牌 CS 曾经这样描述，当你站在一个摇晃的锅炉前，外面还在打仗或者演习，厨房温度轻松超过摄氏43度，你一边切着200人份的洋葱一边流汗，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
用锅铲保家卫国。早上6点，第一顿早餐准时开供，水兵们会排成长龙，端着塑胶餐盘，沿着一条被称为打饭线的传送带式厨房窗口往前移动。CS 们会快速地在每个餐盘上摆好煎蛋、培根、香肠、薯饼、吐司或者燕麦粥。到了周日或者节日，还会有法式吐司、煎饼、现做的欧姆蛋。从早上6点到下午，中间还有午餐、晚餐，一直到深夜的午夜配给。航母厨房是真正意义上的24小时不间断运作，因为船上永远有人在值夜班，永远有人刚从甲板下来，永远有飞行员刚完成任务需要热食，所以你可能半夜2点走进餐厅，看到的还是热腾腾的汉堡、热狗，甚至是现煎的牛排三明治。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菜单听起来这么丰富？既然这么丰富，水兵为什么还会抱怨？这就要说到航母厨房的一个诡异设计，也是全美国军队最引人诟病的一套潜规则，那就是航母上不是一个厨房，而是好几个厨房，而不同厨房端出来的饭菜差距大到让人怀疑是不是同一艘船。在老一代的尼米兹级航母上，总共有5个厨房，加上零食吧、咖啡厅，甚至有些船上还有烘焙坊，可以说种类繁多。但这些厨房对应的不是简单的地理区划，而是严格的阶级划分。最顶端是军官专用的军官餐厅，英文叫做 wardroom， 通常位于剑桥附近，装潢像高级餐厅，有白桌布，有瓷器，有服务员。然后是资深士官专用的老士官餐厅，英文叫做 Chief's Mess， 俗称山羊窝，听起来不雅，但这里却是航母上最受欢迎、食物最好的地方。接下来才是一般士兵的大众食堂，英文叫做 Enlisted Mess Deck， 这里是5000多名基层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每天吃饭的主战场。最让人无奈的就是这3个地方的食物差距。按照一位退役海军军官在网络上的亲口分享，军官餐厅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主菜，食材更新鲜，品相更精致，有时候还会供应高品质的牛排、乳酪拼盘、特制甜点。虽然军官每个月要从薪水里扣除一笔餐费，但吃的比大多数民间白领还好。而老士官餐厅更是传说中的存在，许多航母上的老士官餐厅有自己的冰箱，随时可以拿三明治材料出来做宵夜，可以自己上烤架烤牛排、烤汉堡，24小时不打烊。更狠的是，老士官们可以点自己想吃的菜，厨房会特别为他们准备。所以很多老兵都说，在航母上混出头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能够踏进山羊窝的那扇门。然后轮到基层水兵，他们每天吃的就是所谓的大锅饭，标准的军用自助餐形式，品相虽然看起来不少，但分量有限，品质起伏很大。举个例子，同样是早餐，军官可能吃到鲜切水果和现做欧姆蛋，老士官可以点双份培根、双份香肠，而基层水兵得到的讯息通常是培根或香肠，选一个。于是军队里流传着一个黑色幽默，同样是海陆大餐这4个字，在某些船上意味着新鲜龙虾配菲力牛排，在另外一些船上就只意味着你可以在鲔鱼三明治和午餐肉三明治之间选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表面理由很简单，军队是一个严格讲究阶级的组织，不同阶级享受不同待遇，这是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但深层原因其实是资源分配的现实问题。军官餐厅和老士官餐厅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从舰上供应系统采购食材后，还可以额外从外面补充高品质食材。基层餐厅却只能依靠舰上统一的采购和配发。同样是一头牛，顶级的菲力和沙朗切下来送军官，剩下的肩胛肉、腹肉、碎肉就流向大众食堂，做成肉饼、牛肉炖菜或者辣酱玉米饼。这是一种从二战时代就沿袭下来的惯例，只是到了现代才被一些敏锐的军人开始质疑，凭什么同样是为国家出海打仗的人，餐盘里的东西会差这么多？但这种阶级分配并不是故事最残酷的部分，更残酷的是，即使在基层餐厅内部，食物的品质也会出现肉眼可见的严重下滑。这就要说到整个美国海军近几十年最大的一桩餐饮丑闻。2020年10月，
一位名叫凯文·塞尔法森的前海军2等士官兵在脸书上发了一组照片，瞬间引爆整个军界和媒体。照片里是什么？一片生菜叶上趴着一只活蹦乱跳的虫子，一块叫做烤牛肉的菜肴切开后是鲜红色的生肉，中心温度完全没有达到熟食标准。一片被称为中东面饼的皮塔面包，边缘镶着厚厚一圈蓝绿色的霉斑，煎蛋的蛋黄居然是灰色的，蛋白部分已经干硬到无法用叉子戳破。火腿片上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黑色的霉点。另一张照片里，一块鸡肉表面看似金黄，但切开后里面还是生的，粉红色的肌肉纤维清晰可见。还有人拿起一块所谓的牛肉，用力摔在餐桌上，牛肉居然像石头一样弹了起来，因为已经完全脱水变成了干尸。还有一盘号称是烤鲑鱼的菜，外层已经烤焦，切开却是半透明的生鱼肉，任何一个懂食安的人都会当场发抖。这些照片是塞尔法森在尼米兹号航母上服役的3年里陆陆续续拍下来的，而这艘船还是2020年度美国海军最佳航母餐饮服务奖得主。也就是说，按照军方自己的评比，尼米兹号的餐饮服务是全舰队最好的。你没听错，连最好的都是这样，其他舰艇的情况可想而知。塞尔法森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让很多人心酸，他说，我之所以等到退役才发出这些照片，是因为如果我还在军中，他们一定会逼我删掉。而我之所以把这些照片发出来，是因为这些问题在船上永远报告不上去。舰长不可能跑去跟他的长官说，我船上的伙食烂透了，因为这等于承认他自己管理失败。这组照片迅速在脸书上扩散，点击量突破1000万，连英国名厨戈登·拉姆齐都被拉进这场风暴。有网友在社群媒体上开玩笑说，希望戈登·拉姆齐去尼米兹号上视察一次，看看他会不会当场把锅铲摔在地上。这个玩笑在隔年居然真的被媒体完成了一个虚构的讽刺短文，描述拉姆齐走进尼米兹号，被迫品尝外焦内生的鸡肉、长满霉斑的华夫饼以及爬着虫子的沙拉，最后气到说不出话。虽然是虚构，但反映出一个全民共识，连世界级主厨看了都要骂人的食物，水兵们却要天天吃。海军官方的回应也很有意思，一位名叫艾米丽·威尔金的海军发言中尉出面说，我们无法确认这些照片的真实性，但我们承诺尼米兹号的食物标准极高，机组人员的健康和福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种官方说法几乎成为美国军方面对争议时的标准模板，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把球踢回去让你自己证明。可是当塞尔法森发出越来越多的视频，当越来越多的现役和退役水兵加入曝光行列，当来自杜鲁门号航母、罗斯福号航母甚至小鹰号的类似照片涌现时，谁还相信这是个案？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每天吃掉将近11万美元食物的航母依然会被水兵骂得狗血淋头。因为问题不在钱，而在系统。钱花下去了，但从采购、储存、运输到最终上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一顿本该丰盛的餐变成一场灾难。美国海军给每个 CS 规定了极其严苛的食品安全标准，但在船上那种闷热潮湿、空间拥挤、物资有限、人员疲劳的环境下，标准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就像大西洋一样深。更深层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习惯了把航母当成政治筹码，把它开到世界各个热点水域耀武扬威时，船上那些最基层的水兵反而会成为第一线被忽略的人。因为高层想的是威慑，想的是战略投射，想的是大国地位，很少有人真的去想船舱深处那个20岁的年轻人今天中午吃到的是不是一块新鲜的鸡肉。而且航母上的用餐人员还不只是海军，在很多部署任务中，船上还会搭载一整个飞行联队，也就是将近2500名机组人员，以及一个小型的海军陆战队分遣队。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军水兵在餐厅里共用同一套餐饮系统，但他们对食物的要求往往更高，因为陆战队员的训练更加激烈，体能消耗更大。有海军陆战队员在网络上抱怨说，他们的食量经常是水兵的 1.5 倍，但在分餐线上得到的分量却是一样的。于是他们会想尽办法多排一次队，或者和厨房里的 CS 搞好关系，
换取多一份鸡腿，多一片培根。这种人情往来在航母厨房里非常普遍，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船上的地下货币。一些资深 CS 甚至开玩笑说，他们手里握着的不只是锅铲，还有整艘船的社交权柄。另一个经常被外人忽略的细节是，每一艘航母上都有所谓的皇帝餐桌，这指的是舰长专用的餐厅，通常位于舰桥附近的一个小房间，空间不大，装潢却极其讲究。有时候还有一位专属的厨师和一位管家，舰长吃什么，通常由他自己决定，厨房会按照他的喜好客制化。有些舰长喜欢清淡的日式料理，有些舰长偏爱南方 BBQ， 有些舰长则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种极度个人化的服务被批评者视为军中阶级制度的最高缩影，但支持者认为，一艘航母的指挥官要承担无数生命的责任，让他能够以最舒服的方式吃饭，也是维持决策品质的必要条件。不过，即使是舰长，也有一条不能越过的红线，那就是整艘船的食物都必须来自同一个供应链。他可以多吃几样，但不能吃到外界特别空投给他的珍馐。这条规矩是美国海军数十年来立守的传统，因为一旦破坏，整艘船的士气都会崩溃。说到这里，让我们重新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悬念，为什么当船上端出龙虾和牛排时，水兵们反而不高兴？要解释这个，就得先理解一个在美国军中流传了至少半个世纪的潜规则，叫做海陆大餐，英文叫做 Surf and Turf。Surf 是海，指海鲜，通常是龙虾尾； Turf 是陆指红肉，通常是厚切的菲力牛排。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代表最高规格的军中用餐，在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都会不定期出现，通常只在重大节日、高阶军官视察或者舰艇周年庆之类的日子才端出来。但是在海军内部，海陆大餐的意义远远不只是庆祝那么简单。一代代老水兵口耳相传的总结出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只要食堂忽然毫无预警地端出龙虾配牛排，那就意味着接下来有大事要发生，可能是即将延长部署，可能是突然要前往某个危险水域，可能是有重要的战备演练，可能是战争就在眼前。这个说法在陆军里被称为出征前最后一餐，在海军里则被一些老兵戏称为鲨鱼食，意思是舰长想把你喂饱，好让你有力气去和鲨鱼搏斗。2025年6月的时候，这个老传说在整个网络上再度爆红。当时美国伊朗冲突升温，以色列正在与伊朗进行一场激烈的空战，美军介入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就在这个时候，美国陆军的一位现役女军官安东尼娅·罗培兹在抖音上发了一段影片，画面里是一份用保丽龙便当盒装着的海陆大餐，龙虾尾、菲力牛排、玉米面包、胡桃派。她自己坐在车里边吃边说，老天爷啊，我只有30分钟时间吃完。这段影片在社群媒体上疯传，点击量突破900万，底下的留言区彻底炸了。有人说，姐姐你准备去哪儿打仗？有人说，这就是饥饿游戏里面凯特尼斯和彼得被送进竞技场前的那顿丰盛晚餐。还有一位退役海军留言说，在我的记忆里，海陆大餐总是出现在出海前，进入交战区之前，或者出了什么足以撼动整个舰队的坏消息之前。其实从理性的角度看，这种海陆大餐和战争的对应关系并没有官方文件证明。军方说，这通常是为了庆祝某个节日，比如陆军250周年纪念、海军周年庆、感恩节、耶诞节、独立纪念日等等。但是为什么水兵们如此相信这个迷信？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很有趣。当一个人长期处于高压、封闭、资讯不对称的环境中，他们的大脑会自动在有限的线索中寻找模式和意义，而海陆大餐刚好是这种封闭环境中最显眼、最容易记忆的变化。于是每当龙虾出现在餐盘里，水兵们就会忍不住回想上一次端出龙虾是什么时候，然后他们会发现上一次好像就在部署前一天，于是这个魔咒就被一层一层固化下来。而且不止心理学，指挥官们其实也默认了这个潜规则。军中有句话叫做士气比弹药还重要。在长期部署即将面对艰苦任务的时候，
指挥官们会主动要求厨房端出最高规格的餐点，让水兵们在出发前吃一顿带回家乡味道的豪华大餐。这不是为了害他们，而是为了安慰他们。但是在水兵的心里，这种安慰反而成了警讯，就像当你妈妈突然给你煮了一桌你最爱吃的菜，却什么都不说，你就会开始担心她到底要告诉你什么一样。所以当水兵们在大洋中央看到龙虾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食指大动，而是心里咯噔一下，然后默默地想，这次要我去哪里？这次要我面对什么？家里的老婆孩子是不是要等更久才能见到我？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影片里水兵们吃龙虾的表情不像是在享受，反而像是在赴一场神秘的告别宴。他们一边切下肥嫩的龙虾肉，一边在心里默默计算，下次再吃到这个会是好几个月以后，会是回到港口以后，还是永远也吃不到了。理解了这个背景，你才会理解为什么美国海军在最新的福特级航母上花了大量精力重新设计厨房系统。福特级航母的第一艘叫做杰拉德·福特号，2017年正式服役，取代了服役51年的老牌企业号。这艘船最大的革新之一，就是把以往尼米兹级上的5个独立厨房压缩成2个所谓的集中式综合厨房。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圣安东尼奥级2栖舰，实践证明效率极高。后方的中央综合厨房负责同时供应一般水兵、老士官以及军官，透过3个不同的出餐口，食物从同一个厨房出来，但送到不同的餐厅。前方的辅助厨房则在飞行联队登舰时启用，一侧供应军官，另一侧供应机组人员。这个设计看似简单，但背后意义深远。因为当所有人都吃同一个厨房做出来的食物时，军官和一般水兵吃的将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餐厅不同，摆盘不同而已。这从根本上减少了阶级之间的餐饮差距，也让食品品质更容易被统一管理。用海军官方的说法，如果水兵吃到化石弹，那军官也会吃到化石弹，没有人能逃得掉。这听起来像是个笑话，但其实是一种管理哲学的胜利。因为当高层也要承担同样的伙食后果时，他们才会真正在乎基层吃什么。福特号的厨房还引进了一系列先进设备，比如自清洁触控式对流烤箱、精密温控蒸汽烤箱，以及内建乙烯过滤器的冷藏室。乙烯是水果释放的一种会催熟其他蔬果的气体，通常会让储存的食材更快腐败，但加了过滤器后，蔬果可以保鲜更久。在一个需要在大洋上连续航行数月的环境下，多保鲜1天就意味着多一份成功的食物，少一份被倒进食物搅碎机的浪费。船上一位名叫特雷文·麦克奈特的1等烹饪专家接受采访时说，新烤箱几乎是傻瓜操作，输入食材种类，输入烹饪方式，按下按钮，剩下的就交给机器。这让年轻 CS 们的学习曲线大大缩短，也让 1.7 万人份的餐食品质更加稳定。说到这里，你可能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航母上不是只有主餐厅，还有各式各样的附属餐饮点。其中最让普通水兵羡慕的是卡尔文森号航母上那一间如假包换的星巴克，被水兵们亲切地称为茶旗咖啡厅。这不是山寨店，而是星巴克公司正式授权派代表现场验收过的真店，咖啡豆、烘焙方式、设备全部按照星巴克总部的标准运作。这家店的存在是美国海军少数几个承认平民连锁品牌入驻航母的案例。对于长期远离陆地的水兵来说，能够在大洋中央喝到一杯熟悉的焦糖玛奇朵，那种心理慰藉几乎等同于回家。想象一下，你刚从一场长达16小时的飞行甲板执勤下来，浑身是汗，浑身是柴油味，走进茶旗咖啡厅，点一杯热拿铁，接过杯子那一刻，纸杯上印着熟悉的绿色美人鱼标志，你忽然有一瞬间忘了自己身在何处，那种感觉是再好的牛排也给不了的。除了星巴克，很多航母还有自己的烘焙坊，每天现烤面包、贝果、甜甜圈。有些航母还有专门的冰淇淋机，每周1次的冰淇淋日是很多水兵最期待的活动之一。另外还有一个极其独特的东西叫做虫汁，英文叫做 bug juice， 这是美国海军传统的水果风味冲泡饮料，像是极度浓缩的酷爱果汁粉，水兵们戏称它为虫汁。
因为它的颜色实在太鲜艳，太不自然，像是从虫子身上榨出来的。但即便如此，虫汁依然是航母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因为它能迅速补充糖分和电解质，又不需要像牛奶那样担心变质。虫汁出现在几乎每一艘美国海军舰艇上，有些老水兵甚至说，退伍多年后最怀念的不是牛排，不是冰淇淋，而是那一杯红橙黄绿的虫汁。那么回到最核心的问题，这艘海上巨兽究竟如何在远洋中维持如此庞大的食物供应？答案就在一个叫做海上补给的作业中，英文叫做 Underway Replenishment， 缩写 UNREP。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极其考验船员技术的操作。补给舰和航母以相同的速度、相同的方向并排航行，两艘船之间只隔着30到50公尺的海面，透过粗大的钢缆连接，由绞盘驱动，将一包一包的补给物资从补给舰送到航母上。一次 UNREP 可以运送40万到100万磅食物，差不多是180吨到450吨的量，足以支撑整艘船7到10天的消耗。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两艘加起来长度超过500公尺，排水量超过15万吨的庞然大物，在浪高可能达到3公尺的大洋上并排前进，中间还用钢缆连着，任何一方稍有偏差，就可能发生碰撞，甚至钢缆断裂。但是这样的高风险作业在美国海军里每周都在发生，每一次都要求平安顺利。美国海军的航母要完成一次 UNREP， 通常需要几十名水兵在飞行甲板、机库、升降机之间来回搬运，花上4到6个小时才能把所有物资归位。而这些物资里不只是食物，还包括弹药、零件、邮件，甚至是新到任的水兵。这场作业被一些资深水兵称为大洋里的芭蕾舞，因为它需要精准，需要节奏，需要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在整个编舞中的位置，任何一人走错一步，整场舞都可能化为血腥的撞船事故。而且 UNR 还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那就是补给舰会特意根据航母目前所在的海域加入一些地区性特产，比如在地中海部署时，希腊的菲达起司会出现在厨房里，在日本附近海域时，海苔、酱油甚至是味噌可能会被送上船。在波斯湾时，偶尔能看到椰枣、鹰嘴豆甚至烤肉串的材料。这些地方风味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菜单，但对于已经连吃了2个月美式料理的水兵来说，光是尝一口不同的味道就已经像是被带回了陆地。有水兵开玩笑说，当你在太平洋中央吃到一口日式拉面时，你会突然感觉人生有了盼头，而当你在印度洋吃到一口咖喱饭时，你会突然想念印度那些闻起来像香料市集的空气。美国海军的菜单也不是一成不变，航母厨房采用所谓的14到21天循环菜单，也就是说每2周到3周菜单会重复一次。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乏味，但其实已经是军队餐饮的极限了。更有趣的是，菜单里会穿插一些主题夜晚，比如周2会是墨西哥夜，提供塔可饼、沙沙酱、墨西哥烤肉；周5可能是意大利夜，提供披萨、意大利面、千层面。每个月还会有至少1次的蒙古烤肉夜，这是一种仿造美国连锁餐厅熊猫快餐风格的现做现烤活动。水兵们自己选择食材，厨师在大铁板上现场翻炒。这些主题夜晚是水兵们最期待的时刻，因为他们打破了日复一日的单调。除此之外，航母上还有一个非常温馨的传统，那就是为每一位过生日的水兵准备特别的庆祝。厨房会特意烤一个小蛋糕，或者摆出一份特制的甜点，由 CS 亲自送到水兵面前。这个传统看似微不足道，但在一个与家人隔着半个地球、几个月见不到亲人的环境下，哪怕只是一块简单的生日蛋糕，也能让人眼眶红润。一位退役水兵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他说他人生中最难忘的生日是22岁那年在波斯湾过的那次。厨房送来一块边缘有点碎掉的巧克力蛋糕，上面插着一根蜡烛。他吃着蛋糕，同桌的战友们轻轻拍手，唱着生日歌，而他却忍不住哭了出来。他说，那不是因为蛋糕难吃，也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冰冷的钢铁堡垒里，居然还有人记得他是谁，记得他生日，记得他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而不只是一个穿蓝色工作服在飞行甲板上搬油管的背影。说到节日，就不能不提航母上一年中最盛大的2场餐饮嘉年华——感恩节和耶诞节。每年11月第4个周四，无论这艘航母正在地中海、波斯湾、南海还是大西洋中央，厨房都会在那一天端出一场完整的美国式感恩节大餐。烤火鸡是绝对的主角，一艘航母感恩节通常要烤掉100多只火鸡，总重接近2吨。配菜包括马铃薯泥、蔓越莓酱、玉米面包甜料、青豆砂锅、甘薯砂锅，再加上南瓜派和胡桃派。军官餐厅和老士官餐厅那天会特别请 CS 精心布置，有白色桌巾，有蜡烛，有水兵亲手折的火鸡造型餐巾。基层餐厅虽然规模大，但也会铺上节庆纸巾，播放节日音乐。那一天的打饭线往往是一整年里最安静的一条队伍，因为每个水兵都知道，当他们接过这一盘热腾腾的火鸡时，他们的家人可能也正坐在地球另一端的餐桌前，用同一只叉子切着一模一样的火鸡腿。那种跨越时区的同步感，是所有离家者才能体会的孤独与慰藉。耶诞节的氛围则更加柔软， CS 们会在厨房墙上挂起红色与绿色的装饰，老士官餐厅甚至会摆出一整棵塑胶椰蛋树，菜单上会出现圣诞火腿、烤羊排、榛子巧克力蛋糕、肉桂卷。有些船长还会在耶诞夜亲自到餐厅给水兵打饭，这是一个从2战时期就流传下来的传统，叫做长官为兵打饭。不管你平时和船长有多么遥远的距离感，在那一天，当他穿着整齐的白色制服，用笑脸把一勺马铃薯泥盛进你盘子里时，你会忽然明白，这艘钢铁堡垒里的所有人其实都是一艘船上的家人。而在这些光鲜的节庆背后，还有一些较少被提及的角落，比如航母上的女性水兵。虽然美国海军从1990年代开始正式允许女性在航母上服役，但直到今天，女性在航母人员中的比例仍然只有 15% 到20%左右。这对厨房的运作也带来了特别的挑战，因为女性的热量需求、营养需求以及对食物口味的偏好都与男性有所不同。海军规定，女性水兵每日热量摄取为2100大卡，男性则是2850大卡，差距将近 35%。 这意味着 CS 们必须提供更多样的选择，比如沙拉吧、低脂优格、全谷物面包以及更多蔬菜选项。一位在卡尔文森号上服役的女性 CS 曾在受访时说，她刚上船时最大的震撼不是工作强度，而是每天看着同伴们吞下那些油腻腻的汉堡时，自己却必须为另一群人准备完全不同的餐点。她笑说，这大概是她这辈子最像女巫的时刻，一边熬煮一锅大口大口灌下去的肉酱，一边偷偷在另一个锅里煮着藜麦沙拉。另一个鲜少被外人讨论的话题是航母上的食物浪费。一艘5000人的漂浮城市，每天制造出来的厨余量惊人。按照美国海军内部估算，一艘尼米兹级航母每天产生的食物废弃物约2到3吨，一次为期6个月的部署，累积下来可能超过500吨。这些厨余怎么处理？早年是直接倾倒入海，但随着国际环保法规日益严苛，现在航母上都装有所谓的食物残渣粉碎机和脱水压缩机。厨余会先被粉碎成细小颗粒，然后脱水压缩成块状，再存放在船上的专用舱室，等到进港时统一上岸处理。这套系统看似简单，但每天要处理几吨厨余，机器几乎24小时运转，维修人员叫苦不迭。有水兵抱怨说，航母上最臭的地方不是厕所，也不是机油舱，而是这个专门压缩厨余的小房间，走过一次就终身难忘。可是另一方面，航母上也有着非常残酷的一面，因为船上的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当战机需要起降，当警报突然响起，当舰长下令进入战斗位置时，水兵们必须立刻放下手中的餐盘，跑向自己的岗位。不少水兵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辛辛苦苦在厨房排了20分钟队，刚拿到一份热腾腾的意大利面，警报就响了，只能把餐盘丢在餐桌上，跑去机库救火、接机，或者启动防空系统，等到几个小时后警报解除，
意大利面早已冷成一坨胶。更惨的是，有时候连排队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的岗位刚好对应用餐时段。当他们终于下班走到厨房时，热食已经收起，只剩一些面包、奶油和几片冷火腿。这就是为什么航母上的午夜配给如此重要，它不只是给夜班水兵吃的，更是给所有因为工作错过正餐的人准备的最后避难所。午夜配给通常从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供应，菜色比主餐厅简单很多，主要是汉堡、热狗、薯条、三明治、披萨，还有各种现烤的速食。但就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夜宵，往往成为水兵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因为午夜的餐厅人少，光线柔和，窗外是无边的海洋和满天星辰，厨房里的 CS 也会放松警惕，偶尔在克制三明治时加倍放培根，或者偷偷送上一份额外的薯条。在某些航母上，午夜配给有一道传说级的菜，叫做巴尼克拉克堡，是一份双倍培根起司汉堡，上面还要加一颗煎蛋，点下去至少1500大卡，是熬夜水兵们的精神图腾。据说这款汉堡最早诞生于2000年代初期的小鹰号航母，后来随着船员调动，传播到舰队内部的各个厨房，成为一代水兵共同的记忆。但是，即使是如此丰富的餐饮系统，依然逃不过一个根本矛盾，那就是船上的所有食物本质上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替代品。水兵们明知道再怎么像家常菜，它都不是妈妈做的红烧肉；再怎么像餐厅级的牛排，它也不是周末和朋友在牛排馆点的那份；再怎么热腾腾的咖啡，它也不是陆地上那家熟悉的早餐店。每一顿餐对水兵来说都是一个提醒，提醒他们现在离家有多远，提醒他们这份工作意味着什么，提醒他们为了什么在这里。更残酷的是，当海陆大餐这种特殊餐点出现时，它不仅是一份食物，更是一个时间戳。它把水兵的人生切割成2段，上岸前的日常和上岸后的未知。有的老兵在回忆录里写，他们会刻意不吃盘子里的龙虾，把它包起来带回床边，慢慢的品尝，因为他们知道下一次吃到龙虾，可能是在某个他们不想去的地方，也可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之前。他们珍惜的不是龙虾本身，而是那份还能选择吃与不吃的自由。所以当你下次看到新闻里报道美国航母即将部署到台海，部署到南海，部署到黑海，部署到红海时，请不要只把它想象成一艘钢铁怪兽，请试着想象一下那些在甲板下方忙碌的身影，那些凌晨3点起床切洋葱的 CS， 那些在排队时用疲惫的眼神看着同一份菜单已经第7次出现的年轻水兵，那些在午夜配给台前默默倒一杯黑咖啡的老士官，那些在看到龙虾出现在餐盘时心里咯噔一下，不自觉望向船舷外海平线的父亲。这艘航母的厨房是一个每天要转化将近11万美元，产出 1.7 万份餐食，由100多名现役厨师24小时运作的超级工程。它同时也是一个小小的人性观察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阶级的差异、管理的缺失、心理的微妙，以及最底层的那份对家的渴望。它提供的不只是卡路里，更是一份在大洋深处不愿被遗忘的身份证明。这就是美国航母厨房的真相，一个看似光鲜亮丽、每天吞金如土的巨兽，内部其实藏着无数说不出口的故事。下次当你听到龙虾配牛排这4个字时，或许你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些穿着制服的年轻人脸上没有笑容。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不是大餐，那是告别，是一场在大洋中央，在钢铁的铠甲之下，在千万浪花之间悄然举办的仪式，一场只有他们自己懂的仪式。而且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倒回20几年前，回到2001年那个改变世界的9月，你会看到一个更加令人唏嘘的画面。当双子星大楼倒下的那个上午，美国海军的航母正好有好几艘在地中海和印度洋部署。当时船上的厨房原本正在准备普通的星期二午餐，但随着新闻画面传到剑桥，舰长下令全船进入高度戒备，厨房瞬间被要求转入战时模式。接下来的几周内，企业号、罗斯福号、卡尔文森号接连被调往阿富汗附近海域，船上的 CS 们连着数周几乎不睡觉，因为战斗机一轮轮起降，
飞行员一轮轮进出餐厅，每一份餐食都可能是某个飞行员出击前的最后一餐。有一位当年在罗斯福号上担任 CS 的老兵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他们端出的海陆大餐不是1个月一次，而是几乎每周一次，因为舰长在每一次重大出击前都会坚持让水兵们吃得好一点。他说，那种气氛你是无法形容的。水兵们吃龙虾时，没有人笑，连厨师端着托盘走过去时，都下意识地放轻脚步。那是一种全船人共同承担的沉默。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情况更为特别。根据当时在波斯湾部署的企业号食务服务官肯恩·霍华德的公开受访记录，企业号每7到10天就要从补给舰接收180万美元的食物，而且船上还要额外为战斗群中较小的船只提供补给。这意味着企业号的厨房不仅要喂饱自己船上5000多人，还要把食物分装运送到驱逐舰、巡洋舰、前舰支援舰。每一次海上补给都像是一座浮动超市在大洋中心营业。而那段时间企业号的1个月记录更是惊人，他们吃掉了8000磅培根、4.4万磅热狗、2.4万磅汉堡肉，还消耗了4000加仑柳橙汁。这些数字背后是一群在巨大战争机器中努力维持日常节奏的年轻人。他们每天用刀叉切下一块肉，就好像切下一小段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参与感。随着全球局势日益紧张，从红海的胡塞武装到台海的对峙，到黑海的持续战火，再到南海的骚动，美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几乎没有一天真正停下来过。每天这些漂浮城市的厨房都在运转，每天都有一大批年轻人在厨房的蒸汽里流汗，每天都有5000多人坐在餐桌前，把一块被称为食物的东西送进嘴里。而我们作为旁观者，只能透过这些琐碎的细节，这些新闻里不会播出的日常，去拼凑出一个大国战争机器最真实也最脆弱的侧面。一艘航母的胃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既是国家荣誉的象征，又是科技力量的展现，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三餐，一个一个想家的夜晚，一个一个来不及道别的出征。那些花在牛排和龙虾上的11万美元，买的不只是食材，买的是一份让人勉强撑下去的勇气。而当那份勇气也被海风吹得快要消散时， CS 们还会在天没亮的厨房里继续烤着一盘一盘的培根，继续打着一篮一篮的鸡蛋，继续为那些即将醒来的水兵煮出一大锅滚烫的咖啡。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一天你也被派上那样一艘船，你会希望自己每天吃到什么样的饭？你会更在乎食物的味道，还是更在乎身边人的眼神？你会因为龙虾端上桌而期待，还是也会像那些老水兵一样，望着盘子里那只红彤彤的甲壳类动物，轻轻地叹一口气？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答案。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感受到什么，也请把它分享给那些同样对大海、对军人、对生活充满好奇的朋友。